6代战斗机的研发竞赛中，进气道设计已成为决定战机隐身性、超音速巡航能力与能量效率的核心战场。不同于成飞6代机一目了然的双侧加莱特进气道和背负式 DSI 进气道的组合，沈飞6代机的进气道不符合当今任何一种现役进气道的特征，其构型为两侧进气，无负面层隔道，无传统 DSI 鼓包，采用不同于 DSI 的共形小截面三角形的纯口。进气道后段发动机舱体采用了宽间距高耸布局。沈飞6代机进气道以全新的构型将宽速预气动和全向隐身需求融于一炉，其必须满足这些核心基础需求：良好的无机翼屏蔽的大迎角性能、高的总压恢复和低出口流场畸变、高效的负面层吸除系统，用于高速飞行时的机外棚路系统，小迎角下能承受前体涡的卷入，发动机风扇、压气机不外露等等。沈飞作为中国战机进气道设计的核心力量，从歼82的2元两侧进气道、苏27的翼下2元可调进气道，到歼35的隐身 DSI 进气道，再到攻击11的飞翼背负式 DSI， 每一次技术迭代都暗含对下一代战机的铺垫。1979年，中国空军根据国土防空的需要，针对歼8机头进气布局限制机载火控雷达性能的缺陷，提出在歼8的基础上改成两侧进气，以满足装备大口径火控雷达的要求。但是，一旦涉及超音速，特别是 1.5 倍以上音速，进气道的设计就很麻烦。在最佳设计工况时，2元进气道要让气流产生2道斜激波，还要让这2道激波恰好在进气道外侧纯口相交，才能保证最佳进气的质量。同时，进发配合也一直是非常令人头疼的问题。虽然沈飞调研过1965年海南岛49空战中被击落的 F4B 鬼怪战斗机，但仍然没有带来两侧进气道的突破。直到1978年，埃及与苏联关系破裂后，我国以6架歼6从埃及换来了1架米格23MS。顾颂芬对其可变后掠翼和整体气动并不感冒，而对其进气道的设计印象深刻。作为极速超过 2.2 马赫的高空高速截击机，歼82的进气道中央设有类似歼8的固定式激波锥，通过圆锥激波压缩超音速气流，而并未采用 F4 的可调斜板设计。进气道前缘设有窄缝式负面层隔道，负面层挡板远远大于进气道的高度，还密布能进一步清除低能负面层空气的3毫米孔径的小孔阵列。进气道内部还水平布置了气流切割梁，这种设计提升了进气道在大迎角环境下发动机的进气稳定性。歼82原本细长的造型改成两侧进气之后，像是文弱书生练了功夫，肌肉线条更加明显。歼82在1984年6月12日艰难首飞，太平洋彼岸的隐形轰炸机 F117 都已经服役了1年多。其进气道的隐形设计使得 F117 的 RCS 沿方位的平均值仅为 0.025 平方米。F117 在进气口加装了隔波栅板，栅板由锡箔材料制成。格栅的设计尺寸与飞行器雷达隐身的主要设计频率是相关的，而依照相关各型雷达数据统计来看，针对飞行器在 L、S 和 X 波段下的雷达数量分别约占 20%、25% 和 30%， 其余波段雷达数量总计约占 25%， 因而通常解决 X 波段的雷达隐身问题是首要的。所以 F117 进气道口面上的格栅综合权衡进气效率等因素后，其尺寸设计为15毫米乘15毫米，即 X 波段实际赫兹频率的波长的一半。其进气道的纯口也应用了平行法则，在俯视平面的后掠角接近机翼前缘后掠角，侧视平面的纯口后掠角与机翼完全相同，且与垂尾后缘平行。F117 的发动机喷口也极为独特，将机翼内侧后缘变为2元喷口，喷口宽高比为 12.2，
在纵向布置有隔板、喷管 S 型弯曲，这些措施使尾部 RCS 大幅下降，也获得了很好的红外隐身性能。不过 F117的进气道格栅在大迎角大机动下进气效率极差，其整体飞行品质自然十分低下。比时前苏联的高机动战机苏27的测试工作正稳步推进，并于1985年服役。其进气道分别附着在两侧机翼一根处下方，进气道入口位于一身融合体的前下方一块扁平宽广区，而受到了遮蔽作用，从而使入口处的气流即使在大迎角和大侧滑角工况下仍然可以保持稳定，保证苏27达到了当代战斗机前所未有的高度机动性。它采用的短而直的2元可调斜板4波系进气道，压音速时斜板收起，增大进气面积，提高流量；跨音速时斜板部分展开，形成斜激波；超音速时斜板完全展开，形成多道斜激波，有效压缩气流。斜激波比正激波的总压损失更小，2马赫时总压恢复系数仍可达到 0.85。发动机前方是直径 1.4 米的大尺寸进气口，加之下表面还设有格栅式开缝辅助进气口，为 AL-31F 发动机提供最大120千克每秒的充足空气流量，以支持实用升限18500米下的高空机动，或者在超过90度极端攻角下仍能稳定供气。进气口底部还有铰接式筋膜钛合金防异物挡板，在起落架放下时自动升起，防止在恶劣的前线机场起降滑跑时异物进入进气道。不过苏27的2元可调进气道结构复杂，重量大，其可调斜板重达300千克，占进气道总重 40%。更关键的是，这种进气道的矩形截面相当于是一个角反射器，使雷达波能被原路折返。仅进气道的前向 RCS 就大于1平方米，大大的增加了被雷达发现的可能性。沈飞歼16的进气道在继承苏27基本架构的基础上，进行了多项关键性改进，显著提升了飞行性能、隐身能力和作战适应性。歼16的进气道内部采用雷达吸波涂层，用碳纤维复合材料替换苏27的300公斤的钛合金可调斜板，减重约 30%， 并优化了斜板作动机构响应速度。进气道内部增设涡流发生器，进一步改善大迎角飞行时的气流分离问题。加之智能进气管理系统通过传感器实时监测进气道压力流量，与飞控计算机联动，动态调节斜板角度和发动机参数，避免在极端机动中出现的进气喘震问题。而为支持电子战吊舱和大功率雷达，歼16进气道周围新增热交换器进气口，解决了苏27系列长期存在的航电散热不足问题。苏27开始服役的那一年，美国空军遂向洛克希德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发出先进隐形战斗机的标书，其中 F-22所使用的进气道是在 FA-181F 上已经技术成熟的加莱特进气道及后掠双斜面超音速进气道。在隐形方面，其截面可以被设计成平行四边形，从而避开直角边的角反射器效应。进气道的纯圆会设计成后掠，并且与其他飞机线条平行，从而减少飞机反射尖峰信号数量。在气流压缩效率方面，通过上侧和内侧两个斜面形成斜激波，大幅度提升了激波对气流的减速和压缩效率，使得进气道的压力恢复对迎角和侧滑角的敏感性比常规进气道要小，机动性能更好。相比苏27进气道的可调斜板，加莱特进气道极大拓展了固定式进气道的有效工况范围。此外， F-22的进气道外上和内下还分别增加了用来分散激波强度、防止流动分离的圆弧形修形。不过在 1.5 马赫时， F-22虽然可以通过调整流量系数，通过大面积阵列小孔抽除进气道内的负面层，消除负面层干涉，使得超声速总压系数提高，但进气道毕竟不可调节，总压恢复系数在 1.8 马赫时只有 0.88， 2.0 马赫时更降低到 0.80，
大大不如苏27的 0.85。另外，加莱特进气道还是需要负面层隔道，同时在进气道非设计工作状态时，为了获得良好的进气道与发动机的共同工作点性能，需要采用放气门，把多余的空气放到机体外，会带来一定的放气阻力，并增加了重量和结构复杂度，破坏机身隐形。所以苏57采用了更复杂的临界截面机可调的加莱特进气道。可调面板由前后2块组成，中间有一条缝隙，负面层正好可以从缝隙中排出，还可以实现对机波位置的调整，产生复杂的机波系。苏57的进气口上方还有巨大的可动边条，让飞机在低速时能够维持更大的弓角，还可以辅助发动机进气。同时期的 YF-23 的进气道则代表了当时隐身技术、超音速巡航与气动效率的巅峰结合。其进气道类似苏27那样附着在两侧机翼根处下方，不过横截面是梯形，避免了角反射器效应。其也没有采用常规的负面层隔道，而是别出心裁的在进气口前的机翼下表面开了很多小孔，巧妙利用机翼上下巨大的气压差，自适应吸走边界层，并向机翼上表面泄放，解决了边界层分离和排放的问题。此外，相比加莱特进气道的双斜面，其进气道内部采用了复杂的凹形曲面，其形成的复杂机波串对气流进行压缩。YF-23 DP231 DP232 还新设计了锯齿状进气口边缘，增设了紧贴主翼前缘下表面的半圆形进气锥。当然，这个进气锥并非 DSI 鼓包，而是类似机头进气锥，还对气流进行预压缩，进一步稳定进入进气道喉部的气流。而作为当今先进5代机核心标志的 DSI 进气道，事实上早在1979年和1981年，我国就设计了4种 DSI 的雏形及锥形进气道模型，并进行了2个阶段的风洞试验。不过当时中国航空工业在材料、电子和加工技术等方面还非常薄弱，根本无法进一步推进。在中国和美国格鲁曼共同为50架歼82改装航空电子设备的和平珍珠计划期间，成飞总工程师涂基达还牵头负责枭龙战机的前身超期与美国通用电气的 F404发动机的合作。中国遂将锥形进气道的风洞试验数据共享给美国，以期共同合作开发。在中美航空合作中断的第2年，美国洛克希德于1990年开始研发锥形进气道，在1996年12月改装了锥形进气道的 F-16，进行了9天12次密集试飞，覆盖了 F-16的整个飞行包线，验证了这种全新进气道技术的生命力。洛克希德把这种进气道命名为无负面层隔道超声速进气道。而成飞则早于1998年也开始进行 DSI 的工程实用化。到了2007年3月12日，世界上首款使用 DSI 进气道的枭龙战机就正式服役。同年，装备 DSI 的歼20作为重点型号工程立项，正式进入研制阶段。而换装 DSI 的歼10B在次年就首飞成功。美国第一款装备 DSI 的战机 F-35，直到2015年7月31日才开始服役，且无法进行超音速巡航和机动。而中国则有歼20、歼35、枭龙和 FH-97A 无人僚机的两侧进气，歼10BC 的腹部进气，攻击11的背负式进气，这3种 DSI 构型。我们知道，DSI 进气道是3维成波体压缩面和前略进气唇口整体设计的进气道，其鼓包压缩面是基于成波体理论，采用正圆锥锥形流方法进行设计的。此方法设计的进气道波系结构为一道锥面斜激波加一道风口正激波，本质上是2波系进气道。由于锥形流本身的特点，鼓包压缩面上存在法向和横向压强梯度，二者的联合作用相当于一种无源负面层吹除装置，可以脱除99%的负面层气体。所以 DSI 进气道的攻角性能和侧滑性能随角度的变化不大，稳定性好。来流1.8马赫时，
进气道的总压恢复系数仍然高达 0.9， 这是常规固定式进气道很难实现的。加之 DSI 进气道取消了现在大多数超音速战斗机进气道设计中必不可少的负面层隔道、泄放系统和旁路系统，可以实现多达300公斤的显著减重，使得飞机在性能、机动性、隐身、结构和重量等方面达到完美的平衡。由沈飞副所长刘志敏担任总设计师的攻击11采用的背负式 DSI 进气道设计难度更高，考虑背负式进气道在较大迎角时不能很好利用高能来流的冲压，所以必须与飞翼进行一体化综合设计，利用后掠飞翼的边条涡流，进一步扫除背部进气口的低能量气流，可以提高大迎角时总压恢复和降低机变。当然，DSI 进气道复杂的前掠进气唇口和3维凸包会产生电磁散射，还需要采用针对性的隐形材料。对于歼20、歼35这样的5代机，其对前向、侧向整体 RCS 影响可以接受，但是对于全向隐形能力比5代机要强1至2个数量级的6代机，战飞机整机前向 RCS 30%至50%的进气道的隐形能力就要更上一层楼。加之还要考虑在超过2马赫巡航速度和超过3马赫极速，以及宽速域下的超机动的整个宽广的飞行包线范围内，要为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或者涡轮机组和循环发动机提供充足和平稳的空气流量。什么样的进气道才能满足这么苛刻的要求呢？让我们先把目光投向速度超过5马赫的吸气式高超声速飞行器。在严酷的高温、高压气动载荷和空间与结构质量的限制下，诸如2元进气道的单斜面或者加莱特进气道的双斜面这样的2维斜面是无法对高速来流进行有效减速和压缩的。甚至 DSI 这样的单一层波体鼓包的减速和压缩性能也不够。虽然前缘斜加凸包的3波系双锥 DSI 可使外压缩系统总压恢复系数提高约 0.04， 但总体性能提升不明显。业内普遍采用成熟的成波体理论设计的前提，加上一体化设计的3维内收缩式进气道。这种进气道所谓的曲面压缩面通常由一小段前缘斜切和特殊设计的内凹弯曲压缩面组成。前缘斜切产生斜激波，对来流进行预压缩，然后超声速气流在曲面压缩面上按预定的规律继续平滑压缩，相当于用无限多级斜面代替有限级数的斜面压缩，让等熵压缩波依次交汇，并迫使激波弯曲、激波及其后的等熵波共同完成对高速气流的压缩，真正实现了与气流接触的整个表面都参与了对气流的压缩，即每一寸压缩面都发挥了对气流压缩的功效。理论上，通过自适应连续的平滑的弱激波压缩过程，总压损失可降低至 5% 以内，同时可以尽可能避免负面层分离，大幅度改善飞射绩点性能。中国经过近20年10余名博士、硕士的不懈研究，至今已发展了高超压缩面多种正向设计和逆流向反向设计的设计方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显然，吸气式高超声速飞行器的进气道设计方法可以用于6代机这样的宽速域飞行器，当然也可以进行降维设计。为了在不超过3马赫的工况下维持较好的性能，可以用简化的2维曲面代替更复杂的3维曲面，同时也可以解决高马赫数的高超进气道在低来流马赫数时无法启动的问题。2023年的 JF-12 反向暴轰驱动激波风洞的试验表明，某型宽速域飞行器的进气道实现了 3.5 马赫下总压恢复系数大于等于 0.85， 3马赫下总压恢复系数大于 0.9 的惊人指标，远超包括加莱特和 DSI 在内的任何一种飞机进气道。也许只有 YF-23 的进气道可以视为这种先进进气道的雏形。基于目前曝光的沈飞6代机进气道的基础构型，我们可以推测，其采用了类似吸气式高超声速进气道的理论和设计方法，来对飞机前体和进气道进行一体化设计。具体来说，沈飞6代机首先采用了锥导成波理论设计的前体，
即机头整体呈细长锥形，且机头截面自前向后由圆润逐渐变为扁平，满足飞机的低探测性需求。同时可在飞机大迎角时产生强边条涡，推迟两侧机头涡的不对称破裂，以此保证飞机的横航向稳定性。同时可增加飞机整体的相对厚度，改变飞机整体的弯度分布，使飞机机头到机身的横截面积分布更加平缓，改善飞机机头上表面的压力分布，减小飞机零升力矩，减少飞机配平阻力损失，保证飞机的敏捷机动性能和较小跨音速阻力，保证了飞机的高空高速性能。更重要的是，精心设计的前体相当于前缘斜线，其两侧产生的前缘斜激波实现了对来流的预压缩。当然，飞行器前体的流场、负面层状态、转裂等因素会影响到进气道的气动设计和内部激波负面层干扰情况，与进气道存在很强的一体化设计耦合。同时，沈飞6代机的可变几何边条对下方的进气道有屏蔽作用，可以使进气道在大迎角时保持良好的性能，类似苏27和苏57的边条和进气道的设计。接下来，进气道内部的三维曲面压缩流场则极为复杂，其中不仅包含前缘激波和等熵压缩波，两者相互作用还会形成反射波系、滑流间断。反射波系和滑流间断又将继续与下游的压缩波产生相互作用，进而影响壁面附近流动。根据流场波系分析可知，壁面曲率略大于等熵压缩形面，使压缩波逐渐与前缘激波相交，即可形成弯曲激波。因此，一个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沿流向适当压迫经典的等熵压缩形面，让等熵压缩波逐次相交，就能够形成具有弯曲激波的曲面压缩流场。由此可见，这种进气道的三维曲面并不像 DSI 鼓包那样凸起，反而与飞机前体的线条融合度极好，极大降低了飞行阻力和雷达散射。推测其前向 RCS 小于-40 dBsm， 即 0.0001 平方米级别。不过，这种三维曲面的设计难度是超乎想象的。除了要考虑设计复杂的形面来产生弯曲激波，还要考虑到沈飞6代机的进气道唇口为了更好的减阻和隐形，采用了贴合机身侧面曲线近似共形的轻量化三角形截面，而发动机燃烧室入口通常为圆形，而为了隐形进气道内部还要采用 S 型的管道，所以整个三维曲面还要实现便捷面的几何平滑过渡，要求曲面连续导数无突变，需采用5轴激光增材制造，实现高精度多自由度动态协同加工，对复杂空间曲面进行高精度增材一体化成型。虽然这种三维曲面可以很好的对高速来流进行减速和压缩，甚至因为贴合全曲面的弯曲弱激波，进气道形面的压力分布近似成等压力梯度分布，能一定程度的改善压缩面上负面层的稳定性。但随着速度提高，进气道内部依然会存在激波负面层的干扰，使负面层气流剧烈减速，严重时气流甚至会倒流而形成分离区。反过来，分离区会使激波形状发生改变，激波根部形成分叉激波，引起激波震荡，而激波震荡又会引起进气道内表面的非定常加热，随之将引起进气道的总压畸变和气流不稳定。而传统的负面层隔道或卸除装置 DSI 负面层吹除鼓包，除了会产生额外气动阻力和雷达散射，在高马赫数和大动态飞行时，其性能并不优秀。沈飞6代机又是如何对进气道负面层流场进行控制的呢？最简单成熟的办法就是微孔负面层抽吸，在进气道唇口或前缘开设微孔阵列，通过内部真空泵主动抽吸或者被动泄放低能负面层气流，比如歼82负面层隔道挡板上的小孔 YF-23， 则通过机翼上下巨大的气压差和机翼的微孔阵列来向上吸除负面层气流。F-22的加莱特进气道通过增加负面层吸附孔的方式，取消了上侧面的负面层隔板，同时在背部增加了一组进气道溢出气流和负面层吸除排出孔。
骁龙早期的 DSI 鼓包上也开设了微孔。沈飞6代机在进气道内部的机身侧面疑似开设了大面积错裂排布的微孔阵列，通过真空泵主动精确控制抽吸流量、抽吸区域等，其中抽吸流量系数及抽吸流量占进气道流量的比例会极大影响进气道性能。比如在 2.5 马赫来留下某型进气道，当抽吸流量系数从 0.025 增加到 0.145 时，在临界工况下，进气道总压恢复系数从 0.897 增加到 0.949， 流场畸变系数从 0.165 降到 0.057， 气压临界稳定工作范围以发动机流量计从 8.5% 降到 1.7%， 同时抽吸流量的增加也有利于进气道的启动。不过，如果完全采用主动吸除模式，高速高动态飞行条件下，抽吸泵功耗较高，推测约需要50至100千瓦。可以像 YF-23 那样在进气道内部嵌入微型涡流发生器，进行负面层辅助流动控制，其通过诱导涡流搅拌负面层，在3马赫下负面层厚度最多可减少 40%。当然，更有生命力的解决方案是等离子体主动流动控制技术。相比于涡流发生器这样传统的被动控制方式，等离子体激励器可以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并且可提供加热效应、射流注入、冲击效应、频率耦合等多种控制策略。早在1982年，苏联就发现，在6马赫高超声速流动中，通过对气流施加预电离，可以将圆柱体的托体激波推向上游，激波阻力最多可减小 40%， 实现了4两拨千斤的效果。该现象被称为等离子魔法。显然，等离子体可以大幅度改变飞行器空气动力特性。在进气道内部布置阵列式正弦交流表面介质阻挡放电等离子体激励器，其热效应机理使得局部的温升可以达到3000 K， 会产生顺态的局部非定常热扰动结构。热扰动结构会逐步演化成一系列的尾际涡，而这些尾际涡结构可以增强负面层内部的动量交换，使负面层变得更加饱满，增强了抵抗激波产生的逆压梯度的能力。激波也随着负面层状态的变化而减弱，从而使得曲面激波进一步弱化，从而大幅度改善压缩面上负面层的稳定性。进气道最终将迎面流入的高速气流减速，把空气预压缩，同时进气道出口压力场、温度场和速度场适配发动机工作的需要。我们知道，进气道总压恢复系数提高 1%， 可使发动机推力提高 1.3% 至 1.5%， 单位燃油消耗率降低约 2.5%。同时，6代机在高马赫数飞行时，发动机本身只提供大约 17% 的推力，进气与排气系统提供 83% 的推力。因此，除了飞机前体需要与进气道进行一体化设计，进气道与发动机、进气道与飞机后体也需要进行一体化设计。沈飞6代机进气道后段就是发动机舱体，其与飞机后体融为一体，采用了宽间距高耸布局。其构型与采用极大倾角双垂尾而导致航向稳定不足的 YF-23 极其相似。凸起舱体可以容纳更大的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同时该发动机的涡轮前设计进口温度有可能达到1800摄氏度以上，也需要更大的舱体来容纳隔热材料或主动热管理设备，以便降低飞机整体的红外特征。同时，精心设计的后体形面还能够在不明显增加阻力的情况下，增强无尾布局的航向操稳控制。虽然沈飞6代机采用包括全动翼间在内的多种航向控制舵面，但是在大迎角或超声速状态会面临舵效下降的问题。对于宽间距后体，沿流向逐渐变宽的后体形面对后体迎风外表面流场产生压缩作用，即产生高压区。在后体背风外表面产生膨胀作用，即产生低压区。结合具有侧向投影面积的后体形面，
可以有效利用超声速流场中的压缩和膨胀流动，在后体表面形成航向增稳的侧向压差及航向增稳力矩，且航向增稳力矩的量值随着马赫数的增加而增加。高耸的发动机舱体增加了重心后侧向投影面积，也会增大航向增稳力矩。发动机舱间距越宽，后体极限后端点展向位置离对称面越远，后体形面所产生的航向增稳力矩也越大。后体形面极限在一平面内投影成 S 形，且曲率拐点居中，可以降低后体形面航向增稳能力的迎角敏感性，提高宽迎角范围内的航向增稳能力。在第6代战斗机的技术竞速中，沈飞以革命性进气道设计再次彰显中国航空工业的顶尖实力。前体进气道一体化曲面压缩设计，融合高超声速成波体理念，实现弯曲激波高效压缩与极致隐身。独创等离子体加微孔阵列智能负面层控制，彻底解决传统 DSI 与加莱特进气道的高速性能断崖。宽间距发动机舱与 S 型极限后体构成天然航向增稳系统，无尾布局首次实现速度及稳定性的颠覆性控制逻辑。从歼82的艰难探索，到歼35的 DSI 成熟，再到这套融合高超声速技术、智能流动控制与全向隐身的进气道体系，沈飞用40年完成从望其项背到一骑绝尘的史诗跨越。这更昭示着中国航空已从技术追随者蜕变为规则制定者和创新引领者，未来空战的天空必将由东方智慧重新书写。